Briefing 1在1129年的扬州，春风未至，却有一阵风暴悄然孕育。苗阜与刘正彦两名将领的野心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点燃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兵变。他们不满宋高宗的统治，又怎能容忍心中的怒火？于是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迫使宋高宗将地位禅让给尚在襁褓之中的皇子赵夫、魏国公。这一变局被史家称为明寿之变。这场变故不仅动摇了帝国的根基，也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宋高宗被迫做出让位的决定，无疑为权力斗争打开了大门，展示了皇权的脆弱。明寿之变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为后来的帝王制度改革提供了前车之鉴。 Briefing 2在遥远的1678年，衡州城下，吴三桂的帝国梦想冲破了现实的枷锁，他自封为帝。历史上这一幕被称作衡州称帝。这位昔日明朝的将军曾为清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却在权力的诱惑下背弃了曾经的主子，成就了自己的皇帝梦。他的这一决断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吴三桂称帝的行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反叛成为了满清统治下民族矛盾和地方分裂的一个缩影，加深了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个人野心有时能够撼动整个国家的安定，将无数生灵拖入战火与混乱。 Briefing 4 1885年的春风中，中国南部的山谷间响起了战鼓，这是镇南关之战的号角。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清朝与法国殖民军队在越南的边境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清朝虽然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其军事力量的衰弱与滞后。这场战役不仅是对两军战略的一次较量，更是东西方力量对决的缩影。镇南关之战对历史的影响深远，它直接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结束，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抵抗斗争增添了一笔。战争的结果凸显出清朝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挫折，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间接催化了清末的改革浪潮，如戊戌变法。 Briefing 4在多事之秋的1918年，中国政坛上演了一出熟悉的剧本。段祺瑞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北洋政府重臣，再次踏上了国务总理的宝座。他的再次上台不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也是风云变幻的北洋政治的一个缩影。段祺瑞的复辟虽然在当时看似为政坛带来了一丝稳定，但实际上却是中国近代政治腐败与内斗的标志。他的政治手腕和对权力的追逐，映照出了北洋政府的权力斗争及其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 Briefing 5在1919年，一个充满启蒙精神的组织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诞生了。邓中夏与他的同仁们共同发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立志于通过教育来启迪民众，传播新思想。这个团体的成立，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挑战，也是对当时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一次有力回应。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反映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他们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强调言论自由，推崇平等与进步。这个团体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其影响深远地渗透到了五四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未来而言，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立提醒着后来的改革者和教育家，教育的本质在于解放思想，培养批判精神，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Briefing 6 1925年，在美国田纳西州，一场关于科学与宗教自由与限制的辩论在法庭上激烈展开。该州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的法律。这一法律反映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初的文化冲突，尤其是传统宗教价值观与现代科学理论之间的矛盾。这一年，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 John T. Scopes 因违反该法律而受到指控，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猴子审判 Scopes Monkey Trial。审判最终以斯科普斯被定罪告终。
但其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审判本身。这场法庭之争促进了公众对科学教育的认识，对宗教与教育的角色进行了重新思考，并激发了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更广泛讨论。Briefing 7 1938年的春季，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台儿庄大战在这一年爆发，成为了整个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台儿庄位于山东省南部的运河边，这里的战斗极其激烈，是中日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一次陆战。台儿庄大战不仅是中日双方军事对抗的高潮，也是中国军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展现出的坚韧与勇气的象征。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证明了中国军队能够在逆境中克敌制胜，并且为后续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信心。Briefing 8 1940年，全印穆斯林联盟 All India Muslim League 在拉合尔举行了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该联盟通过了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拉合尔决议 Lahore Resolution。这一决议呼吁在英属印度分离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该决议标志着全印穆斯林联盟在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Muhammad Ali Jinnah 的领导下，正式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要求。拉合尔决议的通过是导致印巴分治的关键步骤之一。7年后的1947年，这一要求最终得以实现，导致了印度次大陆的分割和两个独立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诞生。Briefing 9 1959年，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首府拉萨成立了拉萨市委，这是在西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在西藏地区实施更直接的行政管理。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宣布成立了拉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一举措在实际上意味着对拉萨地区实施了军事管制。解放军西藏军区接管了拉萨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民政等事务。这一系列行动是在西藏1959年发生的抗议和叛乱之后采取的。这场叛乱在西藏历史上被称为1959年藏族起义或西藏起义。1959年的事件导致了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前往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藏人流亡政府。Today's topic 在2010年的一个普通早晨，世界经历了一场轰动的数字时代变革。Google 这个互联网的巨人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它将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内容审查，并把服务从北京的高墙内转移到了相对自由的香港服务器。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地理迁移，它是对权威的挑战，是对自由的宣言，是科技领域的一次大胆革新。北京的春风还带着冬天的残滞，而在 Google 总部的硅谷却如同一场早春的暖流。当时 Google 的决定震撼了科技界，也让无数追求信息自由的人士感到振奋。网民们窃窃私语，国际媒体争相报道。这个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它不仅仅是商业上的举措，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走入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 Google 面临的不只是审查的壁垒，还有文化的差异、政治的压力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他们的选择不仅影响了公司的命运，也触动了全球互联网的生态。那么，我们要问，这场棋局背后 ，Google 是出于道德勇气，还是战略考量，又或者是别有深意的一步棋？在权威与自由的天平上 ，Google 的这一步究竟重量几何？让我们一起追溯那个决定背后的故事，探索其中的微妙细节和深远影响。Google 的这一决定，就像一枚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了层层涟漪。这不单是技术界的一次突破，更是文化交流和国际政治的一场风波。全球网民们开始重新审视信息自由与网络审查之间的较量，互联网自由成了热议的话题，让人们对数字时代的权力边界有了新的思考。在中国 ，Google 的退出无疑留下了一个空白，让许多人感到惋惜。中国用户不仅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搜索工具，更失去了一个获取世界信息的窗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土搜索引擎如百度等迅速崛起，填补了空缺。国内的互联网生态开始自主发展，形成了一个与世界有所不同的网络环境。国际上， Google 的做法被视为坚持自由和尊严的象征，它激励了其他企业和个人对抗审查制度，争取言论自由。尽管这种抗争充满艰难，而 Google 本身虽然退出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但却赢得了道德上的尊重和支持，同时也为其在其他市场的发展赢得了好感。然而，这一决定的影响是双刃剑，对于全球化的推进者来说，这是一个挫败，它说明了文化差异和政治制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阻力。信息流通和商业活动的限制，不仅给互联网企业带来挑战，也对普通用户的信息获取造成影响。至今 ，Google 的这一步棋仍在国际舞台上引起回响。在数字信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真正的自由信息流通是否可能实现？或者我们是否必须接受，即便在互联网这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中，也存在着无形的墙？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挑战着每一个网民的思考。Historical meaning. Google 在2010年撤出中国大陆并停止对其搜索服务内容进行审查的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这标志着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网络审查和信息自由的原则上产生了重大冲突。这一事件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之间的摩擦，并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事件还意味着商业与道德选择之间的权衡，对全球商业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榜样。Google 的决定被许多人视为坚守原则的行为，强化了公司品牌的正义形象，同时也为其他国际企业在面对道德和商业决策时提供了一个参考点。另外， Google 的退出促使中国加速发展自己的互联网服务和技术，推动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自主创新，催生了一系列本土互联网公司和服务。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网络生态，也对全球互联网的格局产生了影响。最后， Google 的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互联网自由和网络主权的广泛讨论，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关于互联网管理和国际网络治理的对话，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互联网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总之， Google 的这一历史性举措不仅影响了公司的未来发展，也对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信息自由与审查，以及商业伦理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